我们来看看美国到底川普总统到底要这个作乱到几时？有人是这样子来解读的哦，包括你看到前天这一幕，7名欧洲的巨头陪同泽伦斯基到白宫去，这一幕很羞辱啊！好，我们先来看看泽伦斯基跟川普的见面，泽伦斯基是赠送了一支高尔夫球杆哦，而且直接跟这个川普总统解释说，哦，这是我们一名在这个士官他在战争的时候为了营救同袍失去一条腿，他做的一个高尔夫球杆送给他，他可能想要提醒他们现在很多人失去生命，很多人受了伤。那川普是回赠他具有象征意义的白宫钥匙。我们看到包括川普志得意满呐，他就领着这一些欧洲的巨头，领着泽伦斯基去看他的这个收藏。他说，这个帽子上头有写着再干4年4 more years 川普2028就说你看我可以这个雄心壮志啊。泽伦斯基面带这个微笑的表情，在一旁专心的听他介绍。你现在也只能安抚这一个巨婴也只能在这边对他这个逢迎拍马，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看到这7位欧洲的巨头排成一排，坐在川普的前面，静静着听他发言。所以包括这个新华社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就说，这就是现在的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吗？被川普这样摁在地上羞辱，其实连美国人自己也看不下去。《纽约时报》也写了呀，这一幕真的是这个惊心动魄，而且是前所未见的。这个7大巨头坐在那里集体的某种程度在讨好川普，这是此刻的世界。而另外呢，川普说，我未来想上天堂。因为我办到，如果我办到了，我推动这个结束这个战争会是原因之一我这个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我可以上天堂我是好人。那另外呢，普京说是有向川普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俄乌峰会，泽伦斯基当然不可能答应啊，所以听说这个在场的人士讲说，他秒回说 no 不行那所谓的美俄乌3方的会谈，如果有的话，是会在哪儿举行呢？据说现在地点落在布达佩斯，因为它的地点还有包括这个奥班总理跟川普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是最佳的一个选择。这3个人会见面吗？克里姆林宫某种程度泼了冷水，并且拖延了普泽会。他说，任何的会议都要慢慢逐步的准备要从专家层级开始谈然后要各种的这个会谈，不应该是为了开会而开会。感觉俄罗斯现在兴趣缺吗？可是同时他还在打，他还在进攻，包括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出动了270架无人机发射了10枚的飞弹来袭击乌克兰这是这个月最大的攻势。所以你所谓的和平会谈，川普说的，可是没有和平还在不断的打压，也没有停火呀。我们看到美国北约规划战后方案了，已经在规划了那英国说他们打算派兵来守乌克兰的领空还有港口，这讲的是战后英国说他们准备派兵协助保护乌克兰的天空还有港口可是不会部署在跟俄罗斯接壤的前线。那另外呢，川普拒绝派遣地面部队介入乌克兰。他说，如果未来我们也不会出一兵一卒，可是我们会评估提供空中支援。什么意思？防空系统爱国者飞弹这些防空系统，或者是动用美军战机执行禁飞区。那另外，日本有没有可能加入？因为乌克兰要的是安全保障，要更多的国家进来，包括现在有可能30国参与。那中国大陆会加入吗？日本会加入吗？像这样的保障，现在都还在谈。来，请教赖老师。我记得我在做我的视频的时候，那时候会还没开好，我就有谈到说，因为会面它是分2阶段嘛，第一次是先跟泽连斯基，第2次才跟后面的7位然后那时候还传出就是说不一定是泽连斯基能够再跟他们一起来，所以很有可能会变成1+1+7再1+8的这样的一种会谈，3次的会谈。那等于是第2次的会谈中可能泽连斯基没有办法出席，但第1次会谈里面7位领导人没办法出席。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谈到说，那如果跟7位领导人要怎么做？
是都坐在这个川普回到他的办公桌，坐在那边，然后这7位领导人就坐在沙发区，结果看起来更糟，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面，这个真的是太羞辱人了。因为如果我们讲说国无大小应该对等对待，就平等相待啊，人无贵贱嘛，都应该是平等相待。同样的道理，国无大小都应该平等相待。但是很明显的，川普他的态度就告诉你说，我是大国，你们是我的小跟班，你们是我的小老弟。小老弟来到我白宫，你就给我排排坐坐好。我想我们到长官的办公室去的时候，长官通常如果他更尊重你、更礼遇你，他会站起来，到沙发区跟你谈。那有些长官就直接坐在他的办公区，然后前面摆一个位置，但是那个通常都是在做工作汇报的时候。那如果说你是有事跟他谈，有时候我们看到长官会站起来，邀请你到他的沙发区来，2个人这样子座谈，这是一种尊重的一个意思。但是以川普的这种，我坐在办公桌里面，你们给我排排坐好，这等于是我的僚属、我的部属这样的一种谈话，这个很羞辱人。而且后来又爆出更多的细节，他在这个大会议室，含这个泽连斯基在内，就是在白宫东厢房的会议室里面，那会开了一半他就离开了，他不是去上厕所，他也不是暂时休息一下，他去跟普丁通电话，这一通通了40分钟。那你从去到回来再通了40分钟，你等于是把你的客人晾在那地方，晾了40几分钟，这个是非常失礼的事。而且呢，你打电话的对象正是这8个人要求你要去制裁对方的那一个人。对，也就是这8个人来的是说，川普总统啊，你应该要更对普丁要更严厉啊，你应该要更强硬啊，你应该要制裁他啊，如果他不肯停火的话。我们是为了和平啊，你应该要有手段啊。结果你跑去打电话给他，那这些7个人，谁晓得说普丁会讲什么？川普会讲什么？川普可能说，这个德国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法国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泽连斯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仇、这个怨、这个恨，不是结得更深？结果到最后，你看，我们看到这8个人跑到欧洲去，跑到美国去，就变成8个。傻子被耍了一趟回去以后一无所获，停火没有，还是和平协议签，那就是等于是边打边谈和平协议。然后美国的态度就是没有签和平协议之前，我不会援助你乌克兰。那如果你乌克兰、欧洲你们要，就你们自己去援助，然后你们需要武器，你们下订单跟我买，那我的开口价就是1000亿美元的订单。那这个部分里面，以乌克兰来说，它1年 GDP 的总收入才1907亿美元，那他的人民都不吃不喝1整年，然后拿出1000亿给你，不可能的事嘛。乌克兰现在已经打得民穷水尽了，山穷水尽了，那乌克兰根本没钱，就要欧洲拿钱，欧洲也没钱，欧洲要找谁拿钱？所以我们就看出来，都在演一场戏。乌克兰在演戏，欧洲人在演戏，美国人在演戏。好，最后您说他们说安全保障，我提供空中援助。什么叫空中援助？美国人说我一个兵都不会进入乌克兰土地，我一个兵都不会进去。那美国没有一个兵会进入乌克兰土地，那他所谓的空中演练，并不是代表他的战略轰炸机或是战斗机会进入乌克兰领空里面，很有可能就跟他在这个北约对芬兰对波罗的海国家一样，都在波罗的海跟芬兰这些地方来进行演练，而不进入俄国的境内或是靠近俄国。那等于是他的领空、他的空间的援助，还是在乌克兰外面来做一些空中的演练。所以这些都是在玩虚的，都没有在玩假的。坦白说，美国不派兵进去，我才不相信英国到最后敢自己派兵进入乌克兰。而当普丁说不可以进来的时候，你英国敢派兵进乌克兰，我才不相信。对，现在英国是这样讲，可是未来并不知道。来，彬哥，川普显然并不是那么强烈的关心乌克兰的安危，他更在意的是怎么样营造他自己个人的一场秀。所以你看，人家送他的是一个在战场上士兵留下来的高尔夫球杆，那个其实意义是很深远，也在告诉川普，我们乌克兰正在面临苦难当中，需要你的协助。
那川普弄给他一把白宫钥匙，难道欢迎他入主白宫吗？不可能是这样吧？所以我觉得川普显然并不在意你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泽连斯基是俏媚眼做给瞎子看。然后川普还跟他们介绍帽子啊这些东西，然后甚至叫他们这几个排坐在他前面，现在围着他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国大陆从来不这样，不管他接待多小的国家，他都不会这样做。他比如说接待东协10国，他一定是大家让很整齐的排，不会显示出谁是最特别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充分显示了美国也好，其实不止川普这样哦，拜登过去也是这样哦，也是类似这种做法。所以美国的领导人一直是瞧不起其他国家，都觉得你们都是我的小弟，你们就是听我讲话就对。那昨天不是也传出来说，他私底下跟马克宏讲话被录下来吗？说这个他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大家都是为了他来的。大家你看，川普非常享受这种光环，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人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把它当做自己个人的高光时刻，这个其实蛮悲哀的。那他甚至喊出想上天堂，我就不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去年差点上天堂，你忘了？然后想上，你是说你做完这件事就获得好人卡，可以上天堂了吗？应该是这样子。那表示你过去坏事做很多，是这样的意思吗？我真的不知道。他讲这个，有的时候他想法真的蛮无厘头的，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但是事情有这么简单就解决了吗？为什么后来是布达佩斯？因为就是要选一个东西方的中间点的地方嘛，所以最后就选一个离东方西方，我所谓的东方是指俄罗斯啦，不是指我们的这个东方，就离一个相对大概比较中间一点的地方。但是显然双方都不存在这个信任感。你说，你看，那个普丁一讲说那来莫斯科开啊，泽连斯基马上拒绝，因为他知道他去如果不签他就回不来了。那同样的，对俄罗斯来讲也是一样。如果大家见面只是像前几次一样，只是聊一聊，那来干嘛？没意义啊。对，普丁也没这么多时间来跟你扯这些东西，更不要说他跟泽连斯基见面，搞不好2个会吵起来。所以，如果泽连斯基没有答应做出重大的让步，我不认为普丁会见他。所以，这个进程恐怕不如大家想象中这么顺利。那当然，现在这个西方就开始一些要挟了。我英国可能要派兵进入哪里啊？我美军可能会派军机进入禁航区啊。我老实说啦，如果他真的会派军机进入禁航区哦，那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打上一仗。因为禁航区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啊。你飞进来的话，那对俄军来讲的话，那我就要决定我到底要不要扣下扳机了。所以我不认为川普会冒这个险啊，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跟俄罗斯打一仗。如果他想跟俄罗斯打一仗，干嘛搞这么多功夫？根本不会嘛。所以现在都是嘘声恫吓。问题是，如果连我都看出来，你觉得普丁会买这个单吗？我觉得普丁理都不会理他。将军，我们看到这句话哈，上面讲客工泼冷水，拖延普泽会哈，就是这个普京跟泽伦斯基哈，这个普京还不想跟泽伦斯基见面，为什么还不想见面？要拖延呢？就是我们上面所写的哈，这个目前俄罗斯有270架无人机，还有10枚导弹继续打乌克兰。那我们看一下，前天这个白宫这场会议里面，那欧洲那边炸锅为了一件事情炸锅，很不高兴哈。哪一件事情呢？说你怎么没有停战就谈和平协议啊？那我把它翻译成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就说根本就没有停战。那什么叫做和平协议？和平协议哈，如果讲难听一点，叫做有条件投降。那你看和平协议，我只看到普京开的6个条件，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川普或者是这个泽伦斯基开出来停战的条件？没有，对不对？那只有普京的条件，那叫和平协议嘛？那就是我开出来条件，按照这条件开出来，你要接受那叫什么？就是你有条件的投降。你看好其中条我不讲，我们光讲领土交换领土，他讲了一句话。你知道这个怎么解读呢？他说：“你北边那个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这2个领土，我还没有占你的地方，你交出来哈。那你交出来换我在南部这边赫尔松冻结动线，不再攻击。你知道这句话威胁有多大吗？那这句话我们换个方向角度来讲，这叫做你不撤军，我南部这边继续打。大家看一下南部这边继续打到哪里？打到敖德萨。那如果说打到敖德萨的话，乌克兰就变成一个内陆国，就完全没有港口可以用。”所以很明显的，所谓不停战打和平协议，为什么欧洲他们很清楚，
这根本就是很屈辱性的叫你这个接受他的我们讲和平条件好了。那事实上就是你泽伦斯基必须要接受的和平条件。那我们讲说是欧洲国家糊弄泽伦斯基说我们类北约的这个保护方式，我跟你讲这种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就是一群老鼠在那边跟一只老鼠被猫追着打的追的时候，我们一群老鼠大家商量说，我们派人去保护这只老鼠。那谁过去？那只老鼠正在被猫打，其他老鼠敢过去吗？美国能够去吗？美国如果真的去不管怎么样。它不管是空中或地面，你知道，如果说是跟俄罗斯的部队在乌克兰擦枪走火，那就是美俄大战开始。那就是所以说这个普京刚开始他川普他冒了那句话以后，回去大概他们的幕僚提醒他，不可以派兵派兵万一在那个地方擦枪走火，阿兵哥打起来的话，那就变成美俄大战了，那变成世界大战了，所以千万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川普这时候吞回去的那句话他讲只是我觉得他现在讲这些话。包括北约这些国家讲这些话，只是在糊弄这个泽伦斯基。那泽伦斯基知不知道？我相信泽伦斯基也知道，可是他又能奈何，对不对？那如今来讲的话，你如果说是顿涅茨克被割让掉，我跟你讲你就当俄皇帝的命运了啦，对，就接受这个现实。乌克兰的命运未来大家觉得很堪虑，并且觉得很同情。那每一个国家现在都如履薄冰，包括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国南韩。新的总统李在明，他上任之后推行实用主义外交。他现在呢，在美国跟中国之间，他要想他这个两国之间的更平衡所以你看到他即将派特使团去见中国外长王毅等高层，并且转交李在明自己写的一封信给习近平的亲笔信他释出什么消息呢？维持对美关系之际，也重视对中关系某种程度也要对中国大陆释出橄榄枝，或者是安抚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议态。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官媒他就是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是《环球时报》这个看起来言辞蛮这个严肃的他说你川普要跟日本、韩国做这个造船业的合作对你日本、韩国未必有利它里头写很多啦，包括说你美国将借由日韩的专业纳入美国的防务产业体系，进而强化其在亚太的军事影响力，这个路人皆知。可是如果未来你印有南韩或者是日本企业标志的船舰如果被美国拿去用被美军拿去用于针对第三国的作战行动，那你就不要怪我中国，我中国大陆的军事反制风险到时候就出来你也不要怪我了感觉上是有在某种程度是在威胁日韩这样子的意味。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个新闻事件，这是美国媒体突破防务他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大陆的055驱逐舰南昌号在西太平洋执行巡航任务的时候呢，跟一艘美国的无人舰叫光鱼号近距离接触，而且据说双方最接近的时候只有数公尺那很近肉眼可视还说持续了20分钟，美军当时没有发现，是回来之后看那个影片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代际大雕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关税战还在持续的演进中。那这个美中是重中之重贝森特就讲了，中国目前是美国关税收入中最大的来源，所以呢，我们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会在11月之前再见面。其实它延期了好几次那对中国看起来美国是非常的礼遇。而另外呢，辉达的未来怎么办呢？他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H20的晶片现在呢，本来是这个获准了，可是据说路透说他还要再为中国市场，就是辉达为中国市场打造更强的 B30A 新晶片它的这个性能会比 H20 更加的强大。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南华早报的报道是说，中国官方下令他旗下的这些企业或者是本土企业，你未来一半以上要用国产晶片。这种某种程度也是在封杀辉达所以辉达现在看起来也是处境蛮艰难的。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很强硬，也有在转变那这个中国大陆因为最主要是他说你印度买太多俄油了，俄罗斯的石油，那现在中国炼厂开始抄底俄罗斯的石油，不断的买
俄罗斯的石油哦，趁机哦买很多哦。那就有这个评论就在讨论说，川普很奇怪，为什么只针对印度，都不针对中国？中国大陆它也有在买这个俄油啊，原来哦，这个有这个评论就讲说，大陆有一个秘密武器啦。什么秘密武器？稀土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控制全球60%的稀土产量，还有近90%的稀土精炼量。另外还有大豆，中国大陆有庞大的市场嘛，所以它可以进口超级多的大豆。那这个川普可能他需要中国大陆来销售他们出产的大豆哦。前一阵子不是讲了吗？他开口要求中国买4倍的大豆啊！所以你看印度很奇怪哦。这个川普刚刚上任的时候，看起来川普是要来拉拢印度，可是现在看起来又要把他给驱逐吗？还是跟他交恶哦？所以你看到莫迪，那当然他很生气啊，他说没关系，我就转向中国吧。你看到亚洲世纪离不开中印合作，这是他跟王毅在握手的时候讲的。他说印中要妥稳的管控还有处理边界的问题，不能让分歧变成争端，要用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两国的关系。这2个国家本来在边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不和很多很多的冲突，现在看起来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来，然后做更多的合作。而另外呢，中印他们还发表了20点的共识，聚焦像是边境还有直航像这样方方面面的事情。莫迪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了，王毅送了大礼，他对印度解除了稀土还有磁铁等等的出口禁令。而另外我们看到印度的大企业也要靠拢中国了，寻求双方的技术合作，包括锂电池、电动车、再生能源都是印度现在很多企业急需要的技术。那印度的莫迪急速向中俄靠近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说你川普把朋友推到了敌人的怀抱。请教赖老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大选期间因为被对手指控说他亲中，所以他当选了以后他刻意的跟中国大陆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刻意的表现出他亲日亲美然后和中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他的外交部长第一个访问的时候不是中国大陆，也不是美国，却是日本，这个比较罕见那接着李在明要出访了，他也要到日本去，而且要到美国。可是他又担心也认为说他也不希望中国大陆误解，所以他特别派了一个他总统的特使团，也请了他的师父他的儿子，因为他师父已经过世了嘛，他请他的儿子来也去加入这个特使团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采用这种平衡外交等距外交的这种策略，就好像说他更亲美日，但是呢他在和中。其实这个部分里面，过去马英九也有谈到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宝一全面压在美国上面，然后搞坏跟大陆的关系。可是看起来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听不进去，可是你看人家李在明他懂得怎么做平衡，他不会说我把全部都压在美国上。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又看到美国人的市场，因为美国的造舰能力不足，美国现在的军舰缺口很大，可是美国又没有能力恢复它过去的造军舰的这种荣景，那他要依靠日本跟韩国。中国大陆就提醒日本跟韩国，造军舰是你们家的事你跟美国的事。可是如果说美国拿你造的军舰来跟中国大陆交战的话，那中国大陆就有权利对源头进行打击。也就是说，如果使用你韩国的军事基地，或是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及使用你韩国或是日本的造船厂建造打中国的军舰，或者维修打中国的军舰，那中国就有权利对于这个造船厂、维修厂还有军事基地进行打击。这个在国际法上不违法的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提醒韩国跟日本，你们多想一想，想深一点，想远一点避免你们自己为了一个小利，然后卷入一个大祸来。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在于动五这个军舰的事情了。动五是万吨大驱1.3万吨很大的船可是你知道美国的这个无人船是光宇号，很小，无人船很小，而且很矮。无人船看不到这么大的一个大船，好几层楼高的大船。
而这个大船可以看得到这个无人船，这个才厉害。这代表什么？代表动555的这个雷达的侦收能力非常的强大。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来请教彬哥怎么看美中的武力竞赛？美国自己的造船业不行啊，他当然是想借日韩的造船业让它重新崛起。而且美国这个恐怕不是单纯的只是利用日韩的造船能力而已。其实他现在的做法是打算，其实就跟台积电一样，叫日本跟韩国把资金、把技术都带到美国去，然后让美国的造船业重新振兴起来。那老实讲啊，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对日韩来讲都不是一个划得来的事情。那只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去做这些事。所以我觉得，恐怕对日韩来说，真正要去考量的，不是未来他们的船会不会遭受到解放军的攻击，而是他们会不会这样做了之后，他们的造船业就被取代掉。其实这恐怕才是他们应该要去担心的问题。那我觉得贝森特也蛮妙的。他讲说，中国的关税是我们现在关税收入最大来源，好像一副很得意，美国人赚了很多钱啊！你脑袋还清醒吗？你如果中国关税真的是美国收入最大来源的话，那表示你跟中国买的东西最多，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在讲什么？我实在是有时候，那表示的确是啊，对啊，是啊，不就这个意思吗？那表示你真正想要改变的，你不想跟中国买这么多东西，没有改变嘛？结果你还是跟中国买了一大堆东西嘛？不就这个意思？很诚实啊。对啊，所以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实在是搞不太懂啊。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他要尽快断绝对美国晶片的依赖，他要想办法自立自强。那可是你说一下子断绝，对中国大陆来讲，现阶段他也是办不到。那所以他会要求自己的企业，就是你至少1半以上要用自己国产晶片。那虽然国产晶片比不上西方最先进的晶片，但是西方也蛮照顾中国的华为啊这些东西，也就是他不把最先进的卖给你，所以他把他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去掉，所以就让 H20这个次级的竞争对手，甚至次好几级的竞争对手，让华为有慢慢成长的空间。这美国也蛮用心良苦，所以就让这个中国大陆的晶片可以慢慢发展。所以习近平应该蛮感谢这个川普的苦心哦。那导致为什么美国一直想要制裁中国大陆，每一次制裁到一半就缩手，一直不断的延期？对，我想现在大家都看得非常明白了嘛，就是美国不但需要中国大陆的稀土，而且很关键，这个它会被掐脖子，而且它很多东西它不卖中国大陆，还没有地方可以取代。因为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它不卖给他，别人就算吃也有限，吃不下来。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问题的症结点。所以美国如果再不赶快把自己的清单厘清，知道自己什么东西能够攻，什么东西要守，他如果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的话，他跟中国大陆根本没得玩。是，来进一下广告。好，印度这个国家现在越来越靠向中国大陆了吗？来，请讲。莫迪大家有很多外号，给他取很多外号，因为万夫莫敌啦，莫迪老仙啦等等。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有人叫他叫骑墙派，他经常变来变去。你可以说是他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他走中间派，但是不可讳言他如果说哪边有利，他就倒向哪边。我们看到他跟美国来讲的话，美国这个澳洲印度还有英国组织跨的集团，然后事实上这个四方对话就是对付中国的那跟中国之间也有边境冲突，但是印度现在自己刚好面临被美国这个50%关税的修理，在这种状况下，他突然发现说是我跟你那么忠心，我在战略地缘上面跟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但是你在关税上面还是把我当敌人，对我课征那么重的关税。那莫迪现在会做的时候，当然就对你美国表达他的不满，他有很多种表达不满的方式，比如他不跟美国买他的军机不跟美国买他的战车，是这个战车他不再买然后另外来讲的话，他现在发动全印度人民抵制美国的产品，包括可口可乐、汉堡这个
包括苹果手机可能抵制在内。那中国趁这个时候就会拉拢跟印度之间的关系嘛。你看，我们先给胡萝卜对不对？稀土这个时候给你，但是今天下午有一件很重要的讯息，习近平率了中央这个代表团到达拉萨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再过几天823这一天会有核3研议的公投。今天我们看到绿营的台北市议员落选人去送了核废水到国民党的党中央去踢馆。现在呢，在网络上已经有人二创出这一位落选议员的各种的行为，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国国考队送水来给国民党乡党不喝，干1年之计都在喝。好，国民党可以说在这一波年轻朋友的文宣里面占尽这个鳌头出尽风头。你看到绿营其实远远落后。那关于这个所谓莱尔校长的2创、3创到处都有。我们看到在立法院的国会殿堂上，邱正军他也想要来质询这个卓院长关于莱尔校长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在立法院这一幕。莱尔校长说不是多数赢就可以这有符合你现在的这个中心思想吗？对不起，我不晓得你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你也不认同莱尔校长讲的话嘛？我不知道你在讲的是谁。我没有说他是谁，就是莱尔校长。我不知道这个人，你说的是谁？没有看过是吧？没有看过。这是一个影片不然待会我加到你的 like 可以吗？我加到你的 like 里面可以吗？加到我的 like 里面。好，你看到本来是一场很有火力的质询，结果后来这个连卓荣泰都笑场了，所以有网友就在底下说：“哎呀，可惜功亏一篑好不容易前面青年军已经做了这个 CF， 你怎么没有提前准备好，立刻播给卓奎看呢？你当场播出来不是很棒吗？不过我们再来看看823呢，一般认为可能这个所谓的罢免方应该是无望了。徐国勇现在被任命接民进党的秘书长，刚刚已经布达了他说党主席征召我一定要上战场。那现在赖清德在下什么样的一盘局呢？他在布局什么呢？陈松山他是过去阿扁总统的幕僚，他就讲了除了较大幅度的内阁改组之外，就必然要与党内其他派系分享权力你赖清德权力一把抓不跟别人分享权力，现在党内可能要慢慢的放出来了，以安内才能够攘外的人事布局。不过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肃杀的气氛，在我们台湾的民间各种的内部还存在。从726到823，我们看到包括大罢免，现在卖的其实不只是亡国感我们看到黄奎博老师就讲了。部分民众的亡国感已经从蔡英文时代的武力威逼进展到现阶段的中共渗透，所以你随随便便拿起手机在路上拍，就有人在你旁边喊了一大堆奇怪的咒语，什么8964天安门什么习近平下台让大家搞得人心惶惶。所以黄老师是说，接下来到2026的9合1大选，朝野要和解并不容易，所以他可能觉得说有人期待823之后，我们台湾社会会恢复过去的和谐，现在可能很难，会一路纠缠，一路仇恨，一路分裂可能到2026，甚至到2028那我们看到有命理师在这个时间点就出来预言各种的这个事情，还有警告。他说可能会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在集结，因为他算出空亡卦这个叫做说这个罢免，因为呢726因为惨败嘛，所以说有可能会创下更难看的记录那会不会反扑？更大的力量正在集结，希望不是邪恶的势力。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洗脑的工程，我刚刚讲在我们一般民众之间已经在分，你是中共同路人，你可能被渗透像这样子的东西不断的在发酵。漫画店也有事，日本漫画台湾翻译里头有一段翻译在这里，大家看一下。哎呀，小哥像这样子的一个漫画，
结果呢，有人去检举哦，有人开炮哦，说这是中国用语啊，下架哦。结果全网开始在战了哦，有人就说小哥是台湾用法吧，小哥哥才是中国用法啊，合理啊，不是都翻成小哥吗？哦，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在无谓的空转在分到底这是中国用语，这是台湾用语哦，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上面的审查跟批斗。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我们现在台湾的处境的确非常的艰难，包括台积电。可能真的要变美积电了哟，这是我们传出来，美国商务部有消息传出来，考虑要入股台积电不只是入股 Intel， 美国的政府，那这个晶片要这个等来这个换取补助那这是卢特尼克美国的商务部部长讲的，他说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必须在美国本土生产制造晶片，不是依靠这么远之外的台湾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台积电今天有被我们记者问到这一题，他说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因为过去在拜登时代是补助嘛、补贴嘛，说你台积电来我美国生产，我补贴钱给你。现在说没有，要入股。以美论现在必须讲已经变成台湾社会的主流了这边打一个问号，可是慢慢的已经甚嚣尘上了，并不是有人在唆使，而是川普总统的所行所言让大家不得不怀疑呀。包括你看到葛莱仪他是跟台湾非常密切的一名美国的一个学者，他们写了一篇说台湾对美国日增的不信任文章，指出台湾民众对于美国的好感度下滑，负面情绪与不信任日益增加包括台积电的事情啊，如何，大家很忧心啊，而且会削弱台湾战略重要性，甚至可能增加中国攻台的风险下，台积电却这个护国神山，我们自己双手送人。翁女中也讲了，这个文章显示出台湾社会的以美已经变成了主流的观感，这就是现实啊。来，请教彬哥，这个你认为卓荣泰真的不知道莱尔校长是谁吗？他应该看过吧，他一定知道啦。傻。对啊，行政院长他每天要接受各方的资讯，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尤其这个话题又不是刚开始，已经吵了1个礼拜，所以他一定知道，他只是不想接这个球嘛。所以邱正军准备不足，还要跟人家加赖，你这样子不行了，你知道？这个还好，我们卓院长豁达大度，不然人家以为你是什么渣男，想要骗赖，那个气势就弱了啦。你要现场准备一个平板或者什么东西来表现嘛。对，这个邱委员下次要稍微改进一下。那这个徐国勇，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也蛮，就是个性也蛮强硬的。那过去在内政部长或者当行政院发言人的时候，都有很多话题新闻出现，对新闻媒体也往往不假辞色。那他最近都还在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嘛，那也是配合民进党做了很多的对在野党的攻击那现在他们找他来，在我看来比较像是赖清德更加在巩固他的领导中心，要第一个把党内派系对他的杂音都消除掉。那第二个，因为大家说徐国勇、还有卓荣泰、还有赖清德，他们3个是薯条3兄弟嘛。那这3兄弟呢，就要重新再合体，然后一致对外。那这个对外呢，除了对党内的派系之外，恐怕就是要对在野党。我认为赖清德并没有服输，他恐怕还是打算，就算8月23输了之后，他要重整旗鼓，再跟在野党再战一场。所以我觉得在野党绝对不能轻忽这件事那我也认同这个黄奎博老师的见解，我不认为823之后赖清德就会开始退缩，或是放软，或是准备要跟在野党协商了。我不认为他的性格会这样，他恐怕还是积极抢攻，他还会用各种方式，情勒也好，要挟也好，就是要想尽办法逼在野党顺着他的意去做。那问题是，这个恐怕会越来越艰难。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已经尝试要去罢免在野党的立委。那罢免不掉，那你又找了徐国勇来，显然卓荣泰也会留下来。那请问一下，责任政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都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随便换2个阁员就算了吗？然后你还持续用这种对干的方式，那台湾内部怎么可能平静呢？那我也不知道，当台湾内部领导人带头在作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应付国际上一波又一波对台湾的这种压力？这个为什么726会罢得这么惨？我觉得到现在赖清德都没有自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他们比如说现在还在操弄这种抗中意识，
这个日月书店也很250，人家弄个小哥，他说哦，这中国用语。小哥，台湾以前很多连续剧都这样讲，好不好？但到底是怎么啦？费正清是小哥，费玉清啊，不是费正清，费玉清，对，费费玉玉清。清是对啊小哥。小哥到底奇怪？小哥是什么很了不起的称呼吗？这谁告诉你只有中国大陆才这样用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很多人有点已经神之无知了，自我检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步，匪夷所思。然后这个卢特尼克已经讲明了，他就是抢，我明抢，我要入股 Intel， 然后准备入股你台积电，要全部直接美国政府直接控制你们，然后把台积电所有的技术跟资金全部都拉到美国去，因为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嘛。如果未来先进晶片制程还在台湾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就是要全部拉到美国去。那请问一下，先进制程晶片如果一旦到了美国，台湾还剩什么？就什么都不剩了，那台湾就可歌可泣了，不就这样吗？对美国来讲，这绝对是正确的战略。对台湾呢，我们台湾要不要活？所以人家都已经这样明抢了，你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此时此刻，你还对美国一点都不怀疑，还觉得要跟着美国爸爸走的，我看这个人赶快去医院挂号吧，这显然有很大的问题嘛。所以民进党过去一直叫我们不要以美，不要以美，现在你知道以美的是民进党因为他一直在反核啊。美国爸爸不是一直叫你用核能吗？那你不也在以美吗？所以你说台湾现在是不是社会上弥漫了一股以美的气氛？民进党的支持者因为核能以美，然后非民进党的支持者，大家会觉得美国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出卖台湾，要不然就随时随地榨干台湾。那在这种惶惶不安的情况下，美国人自己要去想想，你到底把台湾当什么？但是我也可以直接告诉大家，美国人恐怕会老实告诉你，你就是棋子啊，不然你怀疑你是谁？对我来说，你就是这样，能够当棋子已经不错。等哪一天美国不把你当棋子的时候，台湾恐怕就彻底完蛋。如果连利用价值都没有，就很糟糕。来，小哥这2个字到底是两岸之间是大陆那边习惯用语，还是台湾这边用语，我不知道。但有一句话我100%确定是大陆的用语，而且是他们解放军的用语。那2个词句叫导弹。那但今年7月17号。我们汉光演习发布的这种国家级警报，我想你手机上面大家那天7月17号我们大概都收到了，我念给大家听，唤起大家的回忆。国家级警报，城市韧性演习，防空警报，敌导弹攻击台北北部，尽速避难。我想大家看看你手机，如果说还有留档的，你就知道。我跟你讲，导弹这2个字100%是解放军的用语。那我们用什么？我们用的叫飞弹。而且这个是很明确的，是在军语词典里面定义的很清楚。所以说，当然我们两岸之间这个军语有很多的不同啊，譬如说我们习惯讲的是这个中央突穿那解放军用的军语叫做穿插分割那这个定义各有不同。可是你今天很丢脸的是说，你居然这么明确自己国家在军语上面规定的飞弹，我们自己国防部不会用，而去用解放军的导弹。那今天是不是小哥？是到底两岸？那国防部要不要先说明一下，你那天发布那个导弹是不是国军军语词典有改了这个我这边爆个料，你知道军语词典是我编的，所以我很清楚导弹这2个字的定义。那再来我们讲，今天中午的时候，台湾这个股市真的一片这个下杀，这个血河成流啊，那就是因为鲁特你讲的这句话嘛当然。其实这东西大家不要怀疑，迟早如果说以川普个性，以我们台湾这个赖清德的这种软弱台积电美国一定要把它搬过去，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人家漂白的讲，这个就是要将台积电，因为他不但要台积电搬到美国去，拜登的时候还遮遮掩掩的借着这种补助的方式我补助你，你到我美国来设厂，为什么要补助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呢？因为在美国设厂很贵比在台湾设厂贵台湾来讲，工资各方面供应链都比较便宜，到美国去那工资很贵，所以美国说你到这边来设厂，那差额我补助给你，所以那时候给台积电补助了66亿这是你当初讲好了，你叫我去设厂，你补助给我，那你怎么可以说这个66亿是入股呢？入股就代表什么？你知道，就入股美国以后，美国政府有权来干涉你台积电所有生产所有的计划他会有权干涉。那这个干涉下场很明显的，他要了台积电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要台积电的资金，以后你要移过去；第二个要你台积电的核心技术，你要给他。
第三个要你的人才过去。那我觉得今天下午从这个股市里面，这个今天来讲，台积电跌成这个样子，我们应该就可以证明，不是我们要移民，而是你美国根本做出让我们台湾对你痛心疾首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对你那么忠心耿耿，我们自备狗粮，结果你甚至于你这个杀驴，卸磨还杀驴所以股市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网友留言的，比如我念几句给大家听这根本就是土匪，比土匪还土匪甚至于说这就是要抢台湾的钱，然后吃相很难看，所以下面一片骂声。到这，那你各位民长你们自己去解释一下这到底是台湾民众台湾如果说每个民众都这种心态来讲的话，那不是移美，那根本就是反美了。那我觉得这东西关系到每个人口袋里面的这个老百姓是最有感的。对，没有错。赖老师，其实周荣泰知道赖清德是因为投票多数赢就可以当总统那赖清德是否认他自己了，他说不是那个投票多数赢就可以当总统，就可以。那所以你赖清德应该先辞掉你当总统，因为你才40%票，你还会连1/2都没有，1/2都没有，你都可以当总统，只因为你在当时3个候选人中，你得票多数一点点，你就可以当总统。所以你自己否定你自己。那么周荣泰知道这个邱正军问的是谁，他故意装不知道。我想合理的推断是他故意装不知道，故意装不知道也没用因为你还是知道，但是只是你不敢去否定赖清德讲的话也就是说，在周荣泰也好，或者是赖清德也好，他们心中都没有民主，因为他们不认为多数就是赢，但是他们却多数拿的权利以后，他们却不放，这些人就是很糟糕的，说一套做一套不应该的。徐国勇当这个秘书长，我觉得很明显的，赖清德是在这个整合内部的派系整合内部的派系目的在哪里？就是斗在野党斗更凶嘛。他不可能说，因为我整合内部派系以后，我就这准备要放缓了跟在野党的斗争，不会，他会斗得越来越凶。我觉得在野党根本不要心存幻想，跟赖清德你就跟他拼到底。那这些仇中反中的，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日文的翻译不应该翻成为中文，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用的还是中文，是我们讲的是中国话，我们写的是中文。那你应该翻成南岛语族文，如果有的话，我再强调，如果有的话，那你就应该翻成南岛语族文。所以这个漫画书，日本的漫画书，只要翻译成为中文的，全部都要回收销毁。请他们全部翻成为南岛语族文。再强调，如果有的话因为我还不晓得南岛语族文长什么样子，我不晓得。这个请民进党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把那个图画出来。就南岛语族文到底长什么样子是蝌蚪样子还是什么？你至少画出来，不然的话，你根本就是一个你说我们是南岛语族人，但是却没有文字，这个很可悲美国现在对台积电其实就是巧取豪夺了，4个字，巧取豪夺。我给你补助，这个补助的钱就是你入股的钱。那你如果不要我入股，你就把补助都退回来。我觉得台积电你要做选择。对。你自己要做选择。这个事实其实蛮明显的，只是台积电现在没有办法回应，它也不方便回应。